本上那个什么，你看风机里面就完全很多系统了，那就跟我们的什么呀就是变速箱，你怎么让它转动的东西，这就是发电机里面的系统了啦。当然这个东西不一定只有风机里面有，这个什么水力发电里面都有一些他们发展的趋势。失速调节，什么叫失速？大家知道吧？失速就是说，基本上你的升力突然没有办法怎么样支撑你的重力，它就掉下来了。那升力，那我们一般讲失速发生在什么地方？你瞬间弓角太大，对不对？今天你弓角大一点的话，你的阻力、你的升力就会越大嘛。大家知道升力是阻力的一种嘛，对不对？升力只不过是我们一般讲阻力是讲什么？跟你的运动方向相反的叫阻力，跟你的运动方向垂直的叫升力。所以说它的来源都是来自于阻力，广义的阻力了哈，广义的阻力，它来的都是广义的阻力，只是说跟你的运动方向是垂直或那个，所以基本上你就弓角越大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那个，所以说飞机起飞一定要逆风起飞还是顺风起飞？对啊，一定要逆风起飞嘛，对不对？因为逆风起飞相对速度比较大，才产生比较大的什么升力嘛，对不对？然后降落的时候也是要产生起飞跟降落都要逆风嘛，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带女朋友去放风筝，结果还顺风，然后顺风跑来，然后飞了起来，会被人家笑这样子。OK 好，所以这是什么？然后所以说基本上是在起飞跟降落的时候，因为你需要很大的升力，但是一般升力我们速度比较大的时候，升力比较大还是比较小？速度比较大的时候，升力比较大还是比较小？比较大嘛，但是起飞还 OK 啦，大部分降落是比较危险。降落的时候你可以速度太大吗？不行，你不能啊，对不对？降落你本来就不能太大，你到时候怎么刹车？所以基本上你降落的时候，但是呢，降落的时候你速度变小，但是你升力要维持啊。所以说降落的时候要怎么样？一定要靠高弓角嘛。我们讲说。你可以用升力的话，第一个你速度很大，升力很大；第二个你弓角比较大的时候，你也可以产生比较大的什么样大的阻力嘛，升力嘛。所以说你降落的时候就变成说你要高弓角慢速下降嘛，这个时候你就高弓角所以说他们就这样下来。那如果发现说这一次下的不好要怎么办？这种事情常常发生啊。对，我是讲降落就是降落那一刹那，对，降落对，就高弓角然后你高弓角的时候，我现在讲说你降落的时候你要高弓角嘛，对不对好，那你弓角很大，就如果假设你发现说这一次降落不成功，你会怎么样？就发动机开最大，然后飞出去，然后再重新。对但是问题是你已经弓角已经很大了，所以说基本上的话，你发动机瞬间加速，你也不太可能，你会加速没有错，但是你加速你要配合什么样？弓角再拉大。因为那个时候你速度瞬间要加很大，没有办法，所以变成说你瞬间的时候你弓角要拉大，所以变成说常常你降落的时候，这个事情也遇过，你突然发现要降落，结果它没有降落又飞起来，代表怎么样？它可能没有对准跑道或是降落的地方太前面以至于会超出跑道它算一算不行它那时候就起飞这个起飞的话就再拉起来，这个拉起来就很危险了，这个拉起来等到你拉太大的时候变成什么样？失速嘛。就只会失速嘛，就是代表什么？你弓角过大，这个时候的话，我的升力变成什么？变阻力嘛，就变成速度就会瞬间变很小，瞬间变很小速度的话，升力又瞬间变小，就降下就掉下来了。所以你如果是发现这种事情的话，你就大概知道说，这基本上这个是完全是飞行员的问题，这样。不是有个最有名的例子就是什么？桃园那个什么大园空难嘛，有没有？那就是在那就是这样子就是下来的时候发现不行，要瞬间拉上去结果就失速了，就这样的。所以在那个什么，在那个风机里面，它是会调整它的什么 angle of attack 就是我们的弓角，那怎么样去调整它？有时候就是讲说大部分这里面都是一些什么一些自动控制的有一些程式在里面这样子所以这蛮多。你看这里面都是跟我们一般的那个齿轮那个机构效应都蛮多的。好。现在几个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们这叫做什么？水平式的，叫垂直式的就那个叫什么？这叫什么？这叫做那个什么？这叫做什么 ？horizontal 什么那个 air 叫 airfoil air wind turbine， 这个叫做什么 ？vertical 那个什么 vertical airfoil wind turbine 这样子这是 vertical， 一个是 H 的水平式的，一个是垂直式。
它的定义就是说，基本上我的旋转轴跟什么，跟我的那个风机的支轴，如果是这样平行的，我就叫水平式的；如果是垂直旋转轴是这样子，这两种。那这两种各有好处啊。有效率来讲，哪种比较有效？用镀金想知道这种比较有效，为什么呢？现在大部分这边主流嘛，哈，这确实是比较有效，就可以算出来的那个用空气动力学算出来。但是呢，这有什么好处？这可以容许的公式比较大。除了这个之外，最重要的是它的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它可以做那个什么，不需要那么多空间的限制。所以基本上你如果在你们家里面，在家楼上的话，要做的话是做什么？用这种比较好。但是这种的话什么样？它的那个效率比较不好一点，这样子。好，所以基本上大概就是一般我们现在主流哈，大型的发电厂还是用什么水平式的，一些垂直式的应该是在一些空间里面才有了哈。好，看一下它的发展，从也不久了，30年前，虽然说大家还没出生，从30年前比较大型的，我这是实际看到现在为止，你看高度越来越高，然后怎么样，一直就5k瓦，你看一支5k瓦，哦，那真的是很大了呢啊！如果下次你去看看我们那个好像都是大概顶多不是5k 不是5 mega 瓦了，不是5k 瓦，5 mega 瓦，基本上这个就很大的。台湾大概我在猜，我其实也没有太注意，不过基本上应该是也是都有大概1 mega 瓦左右的一支，然后一支的钱大概就是大概1亿啊。很久以前听到这个数字啊，详细数字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就是说一支风机就大概1亿这样子，后续的一些操作是那个比较不像火力发电厂还需要那么多人操作，不过还是需要这样。所以可以看一下这样子哈，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影片，不过那个影片因为我想说，我们也没那个一个影片我就不看了。那个其实有个影片里面在讲说怎么做这个风机啊，其实你发现说上面的风机只不过是小事一桩啊，你要打地基啊，尤其是那种离岸式风机，那才是大问题啊。那个是讲在北海里面要建一支60支大风机的一个大工程，你怎么在北海里面打地桩？那天气又那么差，那个都要很精细，螺丝跟螺丝怎么弄进去？哦，那个基本上是要很大的技术啊。不过基本上你可以讲说，它从基底开始做起，基础建设一直到网上的那个叶片，而且你想想这个叶片，大家都念那个机械的，60公尺的叶片，到最后那么细啊，然后这边飘，啊，产生的那个力矩有多大，扭力有多大，它那个结构要多强，然后你又希望它结构不是那种实心的结构，你用复合材料结构，所以那个东西基本上都是很大，但是也是还算是蛮精密的工业这样子。好，所以说这个是，然后比如说基本上我们就大概把它定位成什么微型啊、中微型、小型，这种是一般小型发电机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你看看我们的那个什么呀，你看你如果真的发展风机，你看哪一项除了发电机本身，哪一项不是跟机械相关啊？基本上你看产业、零件工艺跟组装跟顾问啊，我们讲说这个，你看这大概一个风机。对不对？基本上这就是我的转子，我的那个很长，这是一个什么？我们叫也是叫机舱啊。这里面就这个发电机里面就有发电机，就直接转。那转之后，经过齿轮变速箱就把它加快到我们要的速度，到可以发电的速度。然后就发电，那发电之后出来到下面就经过一些整流器或是加那个什么加压器，把它整到是60伏特稳定的啊，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的电网连在一起这样子，所以基本上发完电出来之后还要再接到那个，所以就知道离岸式还是有它的一些问题存在的哈。好，这个就很重要，因为你要让你的什么样，你的风机旋转的时候效率要更好，然后甚至阻力要更小。我们希望说它产生什么样升力让它旋转，不要产生阻力。阻力的话是一个什么样？一个能量的损耗，而且呢就产生什么样？一些不需要的什么的作用力，所以在做这个的旋转，做这个数值模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又很难。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叫做流固耦合。为什么叫流固耦合呢？你吹它才会动，你吹了它动了之后就有应力就变形，变形又影响到流场，所以这个时候的话，那个什么孤力里面学变形跟流力学的什么样移动都要用在一起的。这个东西是100%的问流，大家因为学流力学，什么叫问流？大家知道吧？对不对？问流的什么样尺度是很小的，
问流的尺度都很小，你要抓到问流，你必须把你的网格画细到跟问流一样，还是不可能的。你如果要用那种东西做的话，我们隔壁那个高速电脑中心的机器，让我们跑1年大概都跑不出来。理论上是可以跑，但是需要很长时间。所以呢，基本上就有很多所谓的 modeling， 或是，所以说你以后如果有机会在走热流组的话，你学到问流的话，我们会学到很多 modeling， 或是说 LES 的方法。啊，刚才讲的叫直接数值模拟，叫 DNS 的方法，它都是做1-2个出来给大家看一看而已。所以这里面不仅计算能量要很大，而且计算的方式很困难。所以现在还是在发展阶段，所以这个是现在很热门的，但是呢很难。所以你看，第一个流体力学，你要做那些风机的设计，那个设计不是要看看后面风场怎么样，是说我设计怎么样的风机，然后在怎样的风速的时候啊，我要怎么样的攻角。基本上那个风机你要让它可以转动嘛，可以面风嘛，风从哪边来我就往那边去啊。第二个，我的角度要可以调整嘛。调整希望搞到希望这个东西自动调整，你也不希望说到最后还希望有人在那边看，你希望可以直接看看，它风过来，我感受到多少压力，我就自己调整，这都是应该做的。这是流体力学就已经很难了。固体力学，你想想那个风机那么长，你想想那个竹竿，你这样子让它转，那竹竿是不是很容易断掉？对不对？然后你要让它轻啊，复合材料，所以说里面都是复合材料，所以基本上你的变形量，而且变形量就影响到什么样？影响到一些那个什么，这个是一个典型的机翼是长这样，大家知道吧？你如果有机会去看到什么直升机的机翼，或是说我们一般飞机的机翼哈，你把它切开，就是长这样子，就薄面，前面是空的。后面就是实心的，这样子就是一个复合材料，这样就长得，尤其是大概你们大概也没什么机会看到，你就一个机翼就把它切开，它的机翼是越来越长嘛，有个 taper 在嘛，这样子，所以基本上你大概要怎么样，然后里面做复合材料，外面用强化玻璃，所以这里面也是都是一些技术了哈，所以这让大家看一下说，实际在做那个什么风机叶片的时候，大概就是长这样子，对不对？基本上很多空的地方，因为你不希望它太重，对不对？在重的时候，在旋转的过程里面都会耗能，然后怎么把它做起来？你如果这一片不跟你讲说是在做那个什么，做那个风机，你会以为它是在做什么？做机翼啊？事实上长得其实事实上还蛮像的啦，只是它这个是一片一片，到时候就把它组装起来这样子。所以你知道吗？就是这个工厂要够大。好，所以风能其实这种。用那个什么，用那个流体的动能来发电的，都不是什么新的。现在是怎么样 idea？ 你怎么样子有效的把那些动能把它抓过来？我们等一下讲的，比如说波浪能，你怎么样把波浪能变来发电？这就是完全是创意啊！因为那个原理都是很简单，东西只要会动，我就有办法用机构让它怎么样，让它旋转。只要能旋转，我就能接发电机，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发电。